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 Russ 方恩格。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密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在南海，赶快带大家来看到在中非黄岩岛的大决战。昨天晚上真的是惊心动魄，等一下会来看飞船这一次举起了白旗来求饶。那么我们今天也会关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是否沦为纸老虎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发生在昨天而已。南海真的是暗潮汹涌。我们看到昨天呢，10多艘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就是分头，他们闯入了中国大陆黄岩岛，在这边的领海挑衅主权。当然了，中国大陆这个时候警告声就响起了，划破天际那海警船，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当场怒吼警告说，飞船你们立刻离开，否则接下来真的会让你们后果自负。这个态度之强硬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方面怎么做，他持续派出的是他的3014号公务船，持续故意冲向了中国海警船的舰艇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直接就是摩擦上了，真的是惊心动魄挑衅意味非常的浓厚。结果真的是激怒到了大陆的海警船，他用他的水炮来全力喷射。那么菲国的船员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感受到这个水炮呢，船身剧烈摇晃，甲板一片混乱，船员都在尖叫。突然间，船员就赶快挥舞白旗来求饶了。大陆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直接公布出来，就是菲律宾求饶的画面。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最新画面。菲律宾3016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好，事实上，在这一场对决爆发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提过了，北京就早就下了一步这个阳谋的棋，也就是在南海这边，它特别就将黄岩岛给正式升级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路透社直指这就是中国在军事跟主权双管齐下的第一步。除了刚刚我们看到自然保护区，等一下节目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大陆在南海这边画下的大三角，在这边呢，只要美国的航母今天敢靠近的话，它就会有所动作。所以今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大三角当中的黄岩岛。首先就昨天的这一场冲突，委员怎么看？菲律宾大规模闯黄岩岛是仗着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有这个条约来撑腰吗？结果还是被中国海警逼到这个逼退，甚至举白旗。这一场冲突您怎么看？对，我想我们看到的这场冲突只是菲律宾再一次的自取其辱了那么当然，菲律宾这个身为美国这个牵制住中国大陆的一招棋，那么本来就是扮演这种跳梁小丑的角色嘛。讲直白了就是狐假虎威他以为他背后有一只老虎在撑腰，所以呢，他就可以在那里得意洋洋、志得意满这个指手画脚的。那么，但是事实上，关键问题是你那只老虎真的会给你撑腰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撑腰？那只老虎真的敢跟中国大陆这只老虎两虎相争来进行对撞吗？现在看起来，美国没有这个实力，没有这个胆气，也没有这个准备，更没有这样的意图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菲律宾还是要持续的去扮演这种角色，去讨好他的美国老大哥，然后试图在换得美国给他的一些垂怜，给他的一些援助那么我觉得菲律宾最终自己一定会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己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损失。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已经到了一个忍耐的边缘了啦就是到底看你还要玩到什么时候。那么如果真的玩过头了，我也认为中国大陆并不在乎，狠狠的直接给菲律宾一点教训那么如果当中国大陆采取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尴尬的就是美国了。美国要替菲律宾出头吗？美国要怎么出头？南海距离美国有多远美国的这个武装的力量，就算你有几个航空母舰舰队，你来得及在及时赶到南海地区来吗？就算你赶到了，你敢在那里跟中国大陆开战吗？这些问题其实赫格塞斯讲的话讲得很轻松容易但是真的要做起来，恐怕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其实菲律宾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想清楚，你看看川普跟习近平目前的互动，他们两个人马上就要通电话了。
中美的这个关税协商眼看着一直都有持续的进展哦 ，TikTok 的问题也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所以中美之间的矛盾、中美之间的摩擦正在逐步的缓和跟降低之中。在这个时候，菲律宾真的天真愚蠢，傻到以为美国会为了菲律宾来跟中国大陆扯破脸吗？那么菲律宾真的是太笨了。好，那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才可能真的会开战呢？等一下请 Russ 来带我们看哦。不过这个先前我们讲啦，菲律宾因为它拥有这个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在南海这边跟美国，所以他敢今天做这样子的动作。那有一些细部的细节，就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美国会来做保护呢？其实赫格塞斯他这边又再次的声明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凡是对武装部队、飞机或公共船只，还有对海岸警卫队，他说有武装攻击，美国都会来出手。但是问题是，菲律宾的公务船算不算是条约的保障内容呢？那 Russ 又怎么看？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问号。但是刚刚委员一些说法，我认同，但是部分我不认同。那有关美国有没有这个实力，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对美国的海军实力质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确还有它的实力，不管是备在南韩、日本、澳洲等等的资源管道等等，美国还是在印太地区有它的实力。但是意图是另外一个问题。那美国在这个时候真的有没有意图跟中国有南海冲突？这个我相信，如果问川普总统本人的话，他会说。你认真吗？我怎么会想在这个时候跟中国在南海有冲突？所以我相信，川普本人对这个议题，第一兴趣不大，第二因为菲律宾跟中国在南海冲突，美中关系会升温或恶化。我也相信川普是完全没兴趣，不支持。刚刚有提到这个贸易谈判，有进步了，还有川西这个礼拜要通话，所以我相信川普对这个议题是完全没兴趣，而且他可能不希望这个问题会变越来越大了。但是同时在 working level， 就是比如说美国，不管是美国海巡署或海军等等，跟他们菲律宾的对峙单位，一定会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动作。我相信，不管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或美国印太海军相关单位，还是会支持菲律宾，还是会跟菲律宾说。我们背后会支持你，所以菲律宾才愿意做这个动作。那川普什么时候本人什么时候会介入？比如说他会不会直接跟美国战争部或国务院说，你们要跟菲律宾说要自己要克制一点？这个目前不知道。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他其实没有搞清楚状况啊，就是在美中还在做和谈的时候搞了这一个冲突。但是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菲律宾选在这个时候做这样子的动作，会不会跟先前我们提到的，因为最近中国大陆它在南海这边的动作比较多，那持续的扩建它的整个势力范围，包括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导播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大三角，就是现在北京它所画下来在南海这边更深层的战略，这个叫做南海大三角。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有2个大三角，那其中比较大的那个，今天就是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了，包括了这个黄岩岛到永兴岛到竹碧岛之间大概就是700-800公里哦，这个3个的距离之间大概是700-800公里左右，完美的整个画下了封锁的南海核心。那意思就是说，接下来美军的航母，你如果敢闯到这个三角形这当中的话，就会被这3大基地的雷达锁死，还会再加上海空军全方位对你进行打击，等于在这边画下了天然的囚笼。会不会菲律宾也就是看到这样的事情，今天才有这么大的动作？干哥怎么解读？我们在看这些海上的冲突的时候，你不能只看表面，你要看后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永兴岛、楚碧岛还有黄岩岛这3个岛所画出来的三角形，我们觉得这个 triangle 有点像什么？根本就像百慕达三角嘛，对不对？进来的让你有去无回，就这个意思。特别注意到永暑岛跟美济岛，这是旁边附属的小岛，它已经叫做岛了。5年前我们在读这一段这个重要的南海的发展史的时候，我们还认为它只是一个礁，岛跟礁总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在南海花了多少心血，
填海造陆，填海造陆之后，然后他要把人员跟装备送上去。这种在南海上面建制可能的军事基地的意图，会搭配什么？会搭配中国海军的强大，会遂行它真正的战略意志。然后呢，它会部署更强大的战争武器，叫做076型2栖突击舰。等到那个船到这些岛屿附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配套。在南海上面，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中国如果还不能够取得当地绝对控制权的话，那大国博弈的棋就下到这边为止。你认为可能吗？所以南海非常重要。现在菲律宾在美国的撑腰之下，不断的挑衅，认为他们对于黄岩岛有主权。就像马德雷3号到现在已经快要解体了，它还是在那个岛礁上面，然后说一句实在话，哪一天那些菲律宾陆战队员可能会困死在那个岛上也不一定，但那都叫做主权跟意志的象征，所以他一定要做。今天他已经碰到了中国海警船的这些水炮强力驱散，光看到那个2艘船的吨位相比，我们觉得真可怜了。菲律宾没有这样的实力来跟中国抗衡，但他必须遂行美国的在南海的意志，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国家，它其实老实讲一句，最近还爆出了菲律宾国内的重大贪污案件，原来可以放在海军或是海岸巡防队上面的预算被去挪用在防洪计划，然后有10多个众议员被调查，大家就晓得说，在国力的差别上，以及在民族性上面，菲律宾始终没有办法在南海。跟中国抗衡，以后也会是这样。是委员，而且我补充一点哦，公务船算不算是这个美国应该要在共同防御条约里头涵盖的范围嘛？对。如果真的就像赫格塞斯讲的这么挺哦，或者是像这个 Russ 说的，美国国务院可能私下也给了这个菲律宾很多保证，那你现在就出兵啊？对，我们已经对公务船出手了耶。美国你没看见吗？你总要采取一些动作吧，谴责一下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声都不吭呢？这是关键问题啊。那第二，如果你菲律宾真的要撤，你下次有种你就派你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船来，不要搞个公务船来，不要搞得这个模模糊糊的，然后让大家没有办法判断。你就派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船来，然后严重一点，保证中国大陆对你武装攻击。测试一下嘛，测试一下美菲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有没有效，这不是比较实际吗？就玩这种莫名其妙的手法有什么意义？那刚才我之所以跟 Russ 讲说。美国有没有这个实力？不是说美国全世界的国力有没有这个实力，当然有。可是重点是，如果这个冲突就发生在南海，美国有多少部队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到？美国跟中国比，谁来得快，谁来得多？这才是关键问题吧。就如果今天美国真的要有意要冲突，你好歹外面先摆2个航空母舰舰队，就在旁边等着看啊。那么你才有可能介入啊，否则我跟你讲，等的就算你派的海岸警卫队来，被中国大陆打得屁滚尿流赶回去的时候，你美国的航空母舰都还没到嘞。听起来委员的分析是像讲台海战争，不是南海战争。台海战争的话，我觉得台海战争 Russ 你知道吗？我觉得台海战争哦，美国介入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原因是你刚才讲跟南海比，他在日本，他在韩国，距离近啊，对不对？他在菲律宾，可是你说在南海。你说南海的状况，澳洲的美军、日本的美军、南韩的美军，他援救不及啊，他只能靠他自己在菲律宾的美军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美国真的要保护他，就出来吭2声，那至少大家也知道说，哦，美国真的会动手哦。那到现在为止一声也不吭。然后菲律宾，如果你真的带种，你就派一艘你的武装舰队来试试看嘛，就你也不敢来试。搞一个那个模模糊糊的，然后在那边3不5时的来骚扰我们，害得我们每一次这个call-in节目都要来讨论一遍，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吗？